欢迎收听第8期 PUCAT 播客，在这里我们谈科技、网络安全以及智慧城市的未来。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有趣且令人困惑的话题，包括我自己，那就是法律问题、法律行业以及区块链如何与这个领域协作。我们邀请到特别嘉宾比特币俱乐部 Profile 的 Gerardo Weinman，介绍自己和区块链经验，以及作为律师如何从法律角度看区块链。我是比特币俱乐部秘鲁分部法律部门的一名成员，主要负责处理与比特币相关的法律事务和合规问题。我是一名职业律师，主攻民法，已经从业10年了。我是怎么进入加密货币世界的呢？主要是一些小小的偶然。在圣马尔克斯国立大学有一次活动，讨论了区块链在法律层面上的应用，当时提到了比特币这个话题。但对我来说，那只是个注脚，甚至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后来我发现有一位同事加入了一个水龙头网站，已经在加密货币圈的朋友们，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水龙头是什么。如果你还不知道，水龙头是一个网站，通过完成一些任务，你可以领取少量的加密货币，在这里是从 Satoshis 或者甚至是比特币。总之，我发现他在做这件事，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个普通的东西，它对社会是有影响。后来，我想申请圣马尔克斯大学的民商法硕士。其实呢，因为硕士论文通常都需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尤其是在法律层面上。你可能觉得在法律领域很难创新，但我心想，那要不我们谈谈加密货币？不过，我想走得更远一点，我想看看，如果我们把加密货币带到司法层面，会发生什么，而不仅仅是制定一个规范加密货币的规则。如果加密货币成为司法争议的核心，或者说成为法律纠纷的中心，会发生什么？司法机关能处理这种情况吗？能解决吗？在刑事、民事或劳动法层面上呢，它会怎么解决？会遇到什么问题吗？这就是我写论文时提出的问题。到了2022年，我意识到有加密货币社区需要采访他们，因为我之前只是在理论层面了解他们。这也是我加入比特币俱乐部秘鲁。是出于人类学的目的吗？可以这么说，法律世界有其实践的一面，这通常也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景，只不过现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精彩。而且它还有哲学和理论层面，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飘在思想的云端里。我们会讨论什么是财产、法律行为、转让、合同是不是一张纸，诸如此类问题。但归根结底，你的客户并不关心这些，他们只关心别人欠他们钱，他们想要拿回自己的钱，仅此而已。但是律师们，我不知道有没有正在收听播客的人是律师，都非常清楚，在利马律师协会内部经常会有理论性的讨论，甚至在走廊里也是如此。那么，其实正是因为你的硕士论文，你才最终进入了这个疯狂的世界和圈子。但已经过去几年了，因为你说的是2022年，现在是2025年，疫情也差不多过去了。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因为这个加密世界正在以指数级速度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者。现在甚至连特朗普内阁都想把美国变成全球加密货币的中心。突然间，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也想成为加密货币的中心。很多对这个领域不太了解的人都会问自己，它到底有多重要呢？现在我们也可以谈谈法律层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你在论文中可能得出的结论。区块链在法律事务中有多重要？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讨论，因为现在有些政府部门也希望将区块链作为技术手段来实现流程的数字化，比如在医疗记录中也有区块链的应用。那么从法律角度来看，区块链到底该如何被纳入进来？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区块链不仅仅是加密货币。确实，中本聪的论文中提到了一种区块链，它其实是一种去中心化的系统，可以用来记录交易，甚至根据不同的用途，还能追踪交易，
提升整个系统的安全性等等。不过，随着以太坊的出现，诞生了可以创建名为智能合约的软件的可能性。虽然对于某些系统工程师来说，智能合约并不是真正的合约，你随便问几个懂软件编程的人，他们会告诉你，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合约，只是代码，仅此而已。你看到的不过是一些1和0，仅此而已。然而，在实际应用层面，它却带来了许多非常深远的影响。首先，智能合约能够实现交易自动化，这在法律层面上非常有利。为什么呢？通常，当一个人签订合同时，谈判总是有一个前提：信任。我怎么知道你会履行承诺？我怎么知道我不得不起诉你，或者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满足合同中列出的我的需求？我怎么知道我不会因此而产生额外的费用，以确保这些需求或合同中约定的内容能够得到实现？智能合约通过自动化所谓的给予和接受过程，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然将公证人、仲裁者和司法机关从中间环节移除，不是完全移除，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当然，这始终还要取决于我们讨论的是哪种区块链、哪种加密资产，它将被用于什么用途或者具体的情境。为什么呢？有些区块链是纯粹为金融目的而创建的，比如 XRP； 有些区块链则是出于保护环境或节能的愿望而诞生的，比如 Algorand； 还有一些区块链追求更高的互操作性，比如 Polygon、Polkadot 等。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加密资产类型，不仅仅是加密货币以及冲突是如何产生的。这将帮助我们确定区块链的具体相关性。例如，如果是行政类区块链，那就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块链的类型，比如是否需要为交易支付一定的手续费或 gas 费，也有可能不需要，也许它只是被编程用来存储信息等等。这还取决于区块链是被用作证明手段，还是用来保护敏感信息，比如个人数据。你始终需要考虑区块链的类型、加密资产的类型，以及它将被用于什么用途。所以，我们已经看到，这在当今确实非常重要且相关，因为有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无数的区块链，无数的加密资产，每一个都有其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创立原因，以及不同的可能应用场景。我想，每一个在法律层面上看起来也都是不同的，对吧？这取决于它的用途。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在法律行业中，一个区块链项目如果要被纳入司法系统，无论是用于存储敏感信息，还是用于数据保护，会需要哪些技术要求？你认为有哪些潜在的应用场景？好问题，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区块链生态系统如何与法律生态系统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在秘鲁其实已经有一些在某些方面应用区块链的尝试了。在疫情期间，区块链被应用于疫苗接种凭证的登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已经有涉及加密资产欺诈的刑事案件，专家们会识别这些欺诈行为，并对基于区块链的证据进行分析。比如说，咨询公司 Chainalysis 就已经与司法部门和检察机关开展过合作项目。同样，一些钱包服务商，比如币安，也会为政府提供建议，帮助他们理解区块链。不过，区块链对法律行业的需求是什么？我认为，与其说是法律层面，不如说是需要政治意愿。不是要对技术进行监管，而是要开始协调相关的立法工作，以避免出现矛盾。目前有一项针对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法规，这些虚拟资产并非加密货币，而是纯粹的虚拟资产。不过，
这项法律已经包含了相关定义，以及受监管方在防止洗钱和恐怖融资方面必须履行的某些权利和义务。一般来说，按理说，这类规定绝不应该与其他相关法规相矛盾。我们假设它通常不会与其他法规发生冲突。如果真的出现了矛盾，那也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被妥善解决的矛盾。那么需要做些什么？首先，需要对这项技术及其影响和重要性有法律层面的理解。在政治层面上，则需要有政治意愿，执政阶层必须了解区块链是什么，以及它可能的应用场景。有一个案例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其实有2个，我认为这2个案例都非常重要且有影响力。其中一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交易自动化，另一个则是对公共登记系统的支持，或者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世界资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以秘鲁的登记系统为例，普通人往往其实并不了解如何正确的登记他们的资产，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之前就有一些问题，导致无法完成登记，也无法遵循行政程序。区块链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帮助我们实现资产登记的自动化和简化，这是非常现实的。这其中包括建筑物、不动产、飞机、汽车等等。然而，在现行法律层面，这些资产的登记需要遵循一定的形式要件，否则就会被视为无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满足登记的法律要求，登记或转让就根本不会发生，就是这么简单。在登记和公证层面，有一些规则需要进行调整，因为我认为，比如说，当区块链试图变得更加灵活时，现行规则的适用会出现一些冲突。很多人会问自己，如果我有区块链，为什么还要填写这个或那个手续？所以，也许对这些规则进行一些修改，让区块链上的内容具有法律效力，会非常重要。但还有另一个挑战，就是土地登记的问题。重要的是要明白，有时候公共登记处甚至不知道某个特定的不动产的存在。有些土地或房产已经存在多年，却直到现在才要登记，明天才登记，这里面就存在冲突。交易自动化这个话题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如何让合同关系实现自动化或变得更加高效灵活。然而，如果智能合约起草的不好，或者由于智能合约的引入而产生的法律效力可能对第三方造成负面影响，那会发生什么呢？你觉得呢？在司法层面上，这将如何处理？这同样是一个挑战，所以显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好了，我们已经讨论了法律领域中的不同应用场景，以及法律行业在区块链中感兴趣的内容。那么，如果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QCAT 以及 QCAT 背后的技术，这是一种名为 WebChain 的区块链，它基于 Cat Cyber Advanced Technology Inc. 自主创建的数据基础设施。这一数据基础设施旨在取代 TCP/IP 互联网协议，这是一种全新的协议，由数百万行代码组成，我们称之为，比如说 OTOCN 运营技术运营中心网络。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以运营优化为核心创建的数据基础设施，因为它源自工业 Java 领域，旨在优化工厂和实施流程。在这些场景中，关键任务的执行至关重要，所有操作都必须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完成，否则一次失误可能会导致死亡、伤害，甚至是整个城市范围的灾难。所有这些技术让QCAT 作为一种加密货币，基于这种原生于数据基础设施的区块链，具备了真正无与伦比的可扩展性、速度和安全性，因为它们是这个全新协议的一部分。这个协议从一开始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并且采用了创新性的六边形结构，使得速度不再是额外的优势，而是与生俱来的特性。这与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有什么关联？那么，
从法律层面来看，当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出现时，尤其是比特币，确实带来了一些挑战。为什么呢？比特币在确认一笔交易是否已经执行完成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约需要10分钟。通常来说，这个过程会花费一些时间。也就是说，从一笔交易发起到结束 ，A 把一定数量的比特币转给 B 需要10分钟。区块链让你能够进一步自动化价值转移的整个过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实际上消除了那种延迟，以及在这10分钟内，加密货币可能会从1涨到1.5，再跌到0.3的风险。所以这样一来，就消除了一个风险。也许 QCAT 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消除这个问题。你发送的加密货币就是对方收到的加密货币，而且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账，无需支付手续费。无论用什么方式，你都消除了验证者或矿工的角色，这对比特币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然而 ，QCAT 在与其他区块链的竞争中究竟会表现如何，以及其他区块链是否真的愿意参与竞争，这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为在消费者层面上，他们将会被彻底击败。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重要的是要明白，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诞生时就带着去中心化的理念，无论是在价值层面，还是在软件治理的管理上，取决于 QCAT 是否能够满足普通消费者。我敢说，凭借你刚才提到的这些特性，它一定能满足他们，因为没有节点了，也没有手续费要付，交易也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存在了。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会让大多数人感到满意。最大的问题是 Web3 的其他人会怎么看待它？因为对于 Web3 来说，在加密和区块链领域，去中心化的管理和治理理念其实非常重要。而且还要看 QCAT 是否也能让这个领域的人满意。虽然他们可能是少数，但这个少数群体却孕育了一整个文化——加密文化。它在实际中的表现如何，以及是否能解决普通用户的问题，还有待观察。如果你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谈论的是市场供需关系。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普通人问题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其实正在带来非常强烈的社会变革，而法律也必须随之适应。也许他们会消除一些目前法律在面对区块链时遇到的风险或挑战。也许根据你刚才说的 ，Web10 就不存在这些风险。我们还得看看它会如何影响加密货币文化，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因为我们必须先看看它在现实中的实际表现。关于对文化和社区影响的讨论，我们将在即将到来的一期节目中和 Gonzalo da Ivalos 一起聊这些话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对于不常接触法律话题的人来说，这期内容可能有点密集，这是关于重要但鲜有人知的话题的讨论。这就是我们与 Gerardo Hualman 的本期节目。你可以在节目简介中找到他的联系方式，那里有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就这样，我们下期 QCAT 播客再见，拜。